我幫整層樓同事訂了半年早餐，樓下老闆娘卻在早高峰把我踢出了訂餐群，她還發朋友圈陰陽我。幾塊錢的東西，真把自己當領導了。我沒吵，也沒求她，我轉身去了她隔壁那家快倒閉的包子鋪。3天後，她站在店門口，看着隔壁訂單爆滿，臉都白了。她這才知道，她踢掉的不是我一個人，而是整層樓每天早上準時送到她手裡的生意。王冉，菜包2個，無糖豆漿1杯。陳毅，肉包1個，茶葉蛋2個。會議室，小米粥15份，包子20個，9點前送到。清河，我的无糖豆漿訂了嗎？我今天快餓死了。訂了，市场部又加人了，临时加3份，客戶已經到樓下了。你被踢了？偏偏是今天早上。他这是说你吧？先解决早餐。现在8点22， 9點開會。早餐還沒送。供應商臨時變卦。蘭姐，我下樓處理。要我一起去嗎？不用，你先訂會議室。那天早上我沒有截圖發群，也沒有在朋友圈回他，因為40多份早餐還沒着落，吵贏沒有用，9點前送到才有用。你真去找他？先問清楚。他都發朋友圈罵你了。罵我不影響早餐，拒單才影響。如果他不接呢？換一家。他把我踢出去可以，但不能讓整層樓跟着餓肚子。許小姐下來啦。今天22樓早餐還接嗎？接可以，以後按我這邊規矩來。什麼規矩？不分袋，不貼名字，不備註，不開發票。會議室自己下來拿。昨晚你已經確認過，今天有會議餐，9點前送上樓。昨晚是昨晚，今天店裡忙，所以你把我踢出群。我就是讓你知道，幾塊錢的早餐別當成採購項目。明白了，你要訂就現在說，過了8點半我不接大單。不用了。你去哪兒？我沒有回答，只是徑直走向隔壁巷口的洲際包子鋪。姐，他去洲際了。哼，那家一天賣不了幾十個包子，接什麼開字樓單？他以為我下樓是來求他繼續接單，其實我只是來確認一件事，這個供應商已經不能用了。姑娘，吃什麼？不吃，訂早餐。訂多少？今天先80多份，9點前送到22樓。會議室15份優先，3杯無糖豆漿，4份不要蔥，雞蛋8個單獨裝。這麼多？不用花樣多，肉包、菜包、雞蛋、豆漿、小米粥，能分袋，能貼名字嗎？能。姑娘，我們店小，怕你等。25分鐘，無糖我單獨標，忌口用紅筆寫。會議室先裝箱。9點前必須送到。能送到。我先付款，配送費也算上。第一次合作，送到再說。規矩先說清楚，你們按要求做，我按時付錢。今天做好，以後可以固定訂。周明，你貼名，我裝包子。先裝會議室。我站在櫃檯前，看着他們一條條核對名單，意識到人和人之間的差距。他們沒有問為什麼這麼麻煩，他們只問怎麼做才不會錯。姐，他們好像真在做。哼，做出來也送不上去。
我和周明從經濟出来，經過蘭姐早餐店時，刘美蘭就叫住了我。许清寒，你还真坏！你不是说爱定不定吗？15份都在。会議室15份，3杯无糖貼藍標，雞蛋單獨帶。菜包2個，無糖豆漿。這次對了。我這份不要蔥也對。包子比之前大。雞蛋沒漏。今天早餐臨時更換為洲際包子鋪，收到後反饋問題，不用刷屏。明天能繼續接嗎？能。今晚我做預訂單表。發我。清河，这個肉包比蘭姐家的實在多了，豆漿也不是豆水味。我剛發群裡了，問能不能明天繼續。今天早餐換店了？可以啊，無糖豆漿沒錯。我的茶葉蛋終於沒漏。看到群裡的消息，我沒有立馬回復，而是在公司群裡發出一個投票，以後早餐供應商是否更換 ？A. 繼續蘭姐 ，B. 試用洲際1周。投票數字快速變化 ，B 選項很快超過 A，10分鐘後 B 選項佔比明顯領先。這也太明顯了。之前大家不是沒意見，只是懶得說。之前油條冷了，蘭姐說是我們下樓晚。我上次要無糖豆漿，她給我甜的，還說喝不死。包子少過一次，她讓我下次提醒她，結果下次又少。原來問題不是今天才有，只是以前我替蘭姐兜了太多次。會議餐沒問題，客戶還問是哪家？公司群投票，大家傾向試用洲際1周。那就正規點。我做了準時率、錯漏和口味反饋，再加一項食品安全和票據錄存。好。如果早餐算員工福利，就別再靠私人關係口頭定了。你定標準，我幫你走內部採購流程。先試1周，1周後看數據。臨時換店只能解決今天的問題，要想以後不被人拿捏，就得把流程拿回來。蘭姐，今天22樓沒來拿早餐，他們今天鬧脾氣。我剛看修機往樓上送了2箱，哼，餓一頓就知道回來了。姐，今天剩了不少豆漿，下午低價賣，明天還按原來的量備嗎？照舊，他們明天肯定回來。小店接大單，早晚做砸。姑娘，今天早餐还行吗？整體反饋不錯，我來確認明天流程。你說。明天開始試用1周，每天晚上9點前收單，早上8點半前你們確認，8點50前送到22樓。晚上9點前收單，8點半確認，8點50送達。備註不能靠記憶，無糖、少蔥，不要辣，雞蛋單獨裝，都要貼標籤。我今晚做一個預訂單表。如果某個品類臨時不夠，提前告訴我，不能擅自替換。這個應該的。價格按你們正常價格走，不用壓價。我要的是穩定，不是最低價。你不壓價？價格合理就行，前提是準時、乾淨，不漏單。那我們肯定好好做。明天如果沒問題，我會把試用記錄發給公司。好店不是靠便宜留住客戶，是靠省心。清華，今天你們早餐在哪兒訂的？我們公司最近也想換。這才第1天，就有人來問了。洲際剛開始接寫字樓單，我們先試1周，穩定後我推你。行，先幫我留個聯繫方式。
你不趁热推？周记今天才接第一单，一下子放量太大，容易出问题。也是，别刚起来就被压垮。我没有刻意帮周记宣傳，但只要第一单做得好，消息自己会往外走。周明，你们家什么时候做配送了？刚开始是。哼，小心接了大单做砸。谢谢提醒。姐，22楼今天还订9记，新鲜劲儿而已。今天煎饼要等多久？2分鐘。不行啊，我上班要遲到了。你隔壁周记就能提前订，到了公司就能吃。算了，我明天也问问新记。能送楼上，写清楼层和备注就行。我们19楼也能订吗？可以先试少量。你还真打算做写字楼单？有人订就做。许清河教你的？客户有需求，我们就配合。周明昨晚做的表格还挺清楚。这个表格可以留，以后早餐、下午茶都能参考。清河，你们周记试了3天了吧？3天，暂时稳定。那把周明微信推我，我们公司想先试20份，20份不多。我先问周明能不能接。能，今晚我按150份备料。先试2天，别一次加太多。放心，我也怕他们忙不过来。我没有替周记到處宣傳，但穩定的服務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傳。明天这么多，你負責貼標籤和核對，不碰後廚。行。周明，保溫箱夠嗎？下午買了2個新的。別光顧着接單，東西做差了，客戶跑得比來得快。我知道。明天20樓第一次試，先送22樓，再送20樓。4點起床。才幾天就請人了，姐，今天又剩了半桶豆漿。蘭姐，明天還按之前量送。送什麼送？今天的都賣不完，還送？豆漿少1桶，包子少2籠。22樓那批真不做了？他們新鮮勁兒過了會回來。行，那先減。周記能提前訂，到公司直接拿，省得排隊。22樓48份，會議室12份單獨裝。20樓的呢？在這箱，馬上送下去。這是我們20樓的。20樓20份，按部門分了2袋。我帶下去。今天標籤都打印了，買標籤機了。手寫容易慢。準時。今天的小米粥不錯。我們這邊收到，沒錯單，明天繼續。收到。第2家公司也接住了。姑娘來了啊！3天數據我整理好了，今天20樓也反饋正常。
謝謝。你们现在接20楼，加上散客，早高峰会很緊，不要再隨便加量。19樓有人問，我先讓他們少量試。姑娘，我們店開了7年，第一次覺得這鋪子還能活。不是我幫你，而是你們接得住。如果以後訂單再多，我想把隔壁空的小門面租進來，專門做打包。先把1周試用過了。明白。我給的只是機會，真正讓訂單留下來的，是他們每一代都沒租錯。姐，今天又剩了，明天擺活動牌。寫什麼？老客戶早餐8折，豆漿買2送1。蘭姐，你家也能提前訂送樓上嗎？你要訂多少？我們部門10幾份，想分袋貼名字。你們自己下來拿，我沒空貼那麼細。如果1周內保持這個數據，就可以走月件試用協議。我建議先1個月，不直接簽長期。可以。你們在看什麼？早餐供應商更換記錄，之前那家出了問題。服務不穩定，臨時拒絕原約定流程。員工福利不大，但每天都影響體驗。你們按流程辦。好。以後供應商別只看熟不熟，看穩定。老闆這句話夠用了。到這一步，早餐已經不是我個人幫忙訂飯，它變成了公司正式的供應商管理。而劉美蘭還以為這是我跟她賭氣。姐，這鍋粥還剩很多，中午降價賣。再這樣下去，早高峰備貨要減1半。減什麼？他們就是圖新鮮。還有肉包嗎？有。洲際現在能送19樓啦。他們接那麼多，早晚送錯。可我同事說，他們分袋挺清楚。我明天也試試預訂，省得排隊。劉美蘭終於發現，客人不是突然少了。是那些原本每天排隊的人開始有了新的選擇。姐，洲際沒降價吧？你到底哪邊的？我就是問問。姐，你之前是不是把許小姐刪了？去洲際買2個肉包回來。幹什麼？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好。要2個肉包，1杯豆漿。堂食還是帶走？帶走。小心燙。姐，他們肉包確實餡多。哼，餡多有什麼用？成本壓不住，做不了多久。那我們要不要也把餡加回來？你懂什麼？1周數據夠了，可以簽1個月試用協議。錯漏那次是19樓臨時加單，周明10分鐘內補送了，處理速度也算進評價。你看蘭姐朋友圈，她都說洲際搶生意了，你不管？她說的是同行，不是我們。你這都能忍？我要簽協議，而不是炒朋友圈。這話對。你好，哪位？許小姐，是我，蘭姐。之前是我脾氣急，咱們合作這麼久，沒必要鬧這麼僵。我們沒有鬧，只是換了供應商。你也不能把訂單都給隔壁吧？大家都是做生意，你這樣不是斷我財路嗎？是你先說，我們這點訂單不算客戶。我那天就是話趕話。你不想做備註，可以提前說；不想開發票，也可以談。但你把我踢出群，還發朋友圈罵客戶，這不是合作問題。我可以道歉，價格也能降。晚了，我們已經準備和洲際簽1個月試用協議。就一個早餐而已，你至於嗎？對你來說是幾塊錢的早餐，對我們來說是幾10個人每天上班前的第一口熱飯。以後如果有正式採購需求，你可以按流程重新提交資料。現在這批訂單不會再切回去了。
爽。我去法务那边走一下。好。他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赌气，可这件事从来不是气话，是选择。姐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要签协议，和周居1个月试用。那我们这边怎么办？不行，这周怎么就赚这么屌？明天开始早餐8折，8折也要分带送楼上吗？徐姐，明天22楼80份，20楼42份，19楼33份。1个月试用協議，陳經理已經走流程了，你先看看條款。這算正式合作啦？試用協議要求也會寫清楚，準時、錯漏、衛生、票據都要留記錄。沒問題。周明，我們20樓明天加2份，箱單已經填了。收到了。姑娘，我們這小店真沒想到能接寫字樓單。後面會更忙，先別急着擴太快。我知道，先把1個月穩住。那天傍晚，周記拿到了第1個正式試用協議。劉美蘭也終於明白，我不是換了一頓早餐，我是把她最穩定的生意換給了更珍惜她的人。今天早餐8折，老客戶優先。我已經訂周記了，我也訂了，送樓上。孫主管，你們20樓現在還訂周記？在試用。我勸你們小心點兒，他們家證照不一定齊，後廚那麼小，一下做100多份，誰知道乾不乾淨？你有證據嗎？這種事兒還要證據，吃壞肚子就晚了。我會確認。姐，這話會不會傳到那邊？傳到才好。清河，蘭姐說周記證照不齊，後廚不乾淨。他又來了，他還說什麼？說豆漿可能隔夜，便宜沒好貨，吃壞肚子沒人負責。處理一下，食品安全這種事兒不能靠嘴說。我現在讓周明發資料，營業製造、食品經營許可證、後廚照片、今日採購票據、豆漿製作時間記錄，現在發我。你不直接找他算賬？他講傳言，我們放證據。這次不能只在公司群裡處理，既然他在寫字樓門口說，那就讓整棟樓都看見資料。這個角度能看到案板和豆漿桶，把時間也拍進去。9點35分。這個也拍。都發給徐姐。會不會影響訂單？資料齊，而且咱們身正不怕影子抬，有啥好怕的？做生意怎麼還要防這些？以前咱們沒生意，沒人理，現在有訂單了，麻煩也就來了。群消息：證照齊全，採購票據可查，後廚照片如下。後續如出現食品安全反饋，我們會立即暫停合作並記錄。他這波算不算幫周記背書了？反正比朋友圈吵架有用。謠言最怕的不是爭辯，是證據。證據一出來，造謠的人反而替對方做了宣傳。姐，群裡怎麼了？沒什麼。周明，明天20樓加4份，表單填了。收到了。孫主管，你還真敢訂他家？證照齊，資料也全，我們先繼續試用。我家做這麼多年，你們還不放心？你家現在不分帶、不備註，也不送樓上，我們不方便。雨太大，今天不送樓上，要吃的自己下來取。這麼大雨，怎麼下去？我們已經開會了，
那算了，路上慢点儿。先送22层，再送20楼。姐，他们真送啊？路上积水严重吗？门口那段比较深，晚了5分鐘。早餐是热的就行。热的。没有漏。以后极端天气提前半小时出门可以，但安全第一。送不了就提前说。知道。兰姐输的不冤。为什么？她输的不是包子，是态度。那场雨之后，周记在写字楼里的信任彻底稳了，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早餐，是有人愿意把承诺送到门口。暴雨那天之后，群里基本没人提兰姐了。正常，稳定以后，大家不会再想换来换去。我看你们这儿还挺热闹的嘛。她怎么上来了？许小姐，我今天专门给你送点吃的。有事吗？之前我说话不好听，你別往心裡去。去會議室說。你先吃點，都是剛做的。不用，你直接說事兒。我一個女人開店也不容易，早上3、4點就起來，你們一下子把單撤了，我這邊備貨虧了不少。你不容易，不代表別人就該忍受壞服務。之前我脾氣急，是我不對。咱們合作半年了，你總不能一點情面都不講。這半年我提醒過你7次。你還都記着？我是行政，供應商問題本來就要留記錄。這個就是氣話。T 群也是氣話。王冉無糖豆漿錯了3次，會議室早餐少送2次，發票拖了1個月。你每次都說下次注意。那我現在改。晚了。晚什麼？我都親自上來道歉了。周教已經進入公司試用供應商流程，1個月內不會更換。那1個月後呢？你給我個機會，我也可以分帶、備註、開發票。你可以重新提交資料，但不會直接恢復原訂單。許小姐，做生意都不容易，你這樣把人往死路上逼有意思嗎？誰把誰往死路上逼？許清河給過你很多次整改機會，是你自己把客戶踢出群。我和他說話，你是誰？公司運營經理，也是供應商備案負責人。你現在不是來談合作，是來要求我們放棄已經穩定的供應商，回到一個有記錄問題的供應商。我可以降價。我們換供應商不是因為價格。許清河，你是不是就想看我店裡沒人？我只是選擇了更穩定的供應商。怎麼回事？之前的早餐供應商來溝通恢復合作。你是蘭姐早餐的老闆？是，我跟你們公司合作半年了，之前有點誤會。誤會？這些記錄屬實？屬實，員工反饋和群消息都可查。現在供應商是誰？周記包子鋪試用中，準時率穩定，票據齊全。那以後不用考慮蘭姐早餐。趙總，你們不能因為一個前台幾句話就把老供應商踢掉吧？他不是幾句話，他拿的是記錄。可他就是個前台。他是我們公司的行政負責人，供應商穩不穩定，他比你清楚。行政供應商不是誰聲音大誰留下，是誰穩定誰留下。劉美蘭終於當着所有人的面說出了心裡話。在她眼裡，我從來不是客戶，只是一個可以被她踢出群的前台。許小姐，你真要把事情做這麼絕？我沒有做絕，我只是沒有回頭。我們店如果撐不下去，你就滿意了？你店撐不撐得下去，取決於你的服務。
不取決於我。会後悔的。他到最後還在怪你。習慣了把客戶當麻煩的人，很難承認是自己把客戶推走的。姐，谈得怎么样？他们不肯恢复訂單。那趙總怎麼說？都在許清河那邊。明天能加5份嗎？9點前填表就行。姐，咱们今天还发8折券吗？发，兰姐早餐8折，老客戶優先。我訂周記了。今天豆漿買2送1。不用，我們公司統一訂了。孫主管，你們現在都訂周記？試用穩定，暫時繼續。穩定？那你們知不知道，有些行政換供應商不一定是為了員工？什麼意思？周記這種小店突然能拿下幾層樓訂單，背後沒人幫，可能嗎？你們自己想想，誰天天幫他們推掉單？誰天天替他們說話？你說清楚一點，我就提醒你一句，別到時候公司查起來，大家臉上都不好看。姐，你這是不是造謠了？要是許清河沒幹呢？我不信，他肯定吃回扣了。就算他沒吃，我動一動嘴，身上又不會掉塊肉。你不是很會留記錄嗎？那就讓你也被查一查。清河，蘭姐剛才在樓下說你換供應商不是單純為了早餐。他又說什麼了？他暗示你收周記好處，說你幫周記拿幾層樓訂單。他原話怎麼說？他沒點名，但意思很明顯，說周記背後有人幫，叫我們小心公司查。他這是誣陷吧？是。資料在嗎？都在。把這些整理出來，發給趙總和行政群。先發給趙總和法務，行政群只發事實說明，不擴散爭執。這你還不公開懟他？他要的是我下場場，但我偏不如他意。我們走流程。他可以說我脾氣不好，但不能往我工作上潑髒水。員工投票、試用記錄、付款記錄、審批流程都在。都在。周記所有費用走公司賬戶，沒有私人轉賬。供應商備案是我審核的，法務也看過試用合意。劉美蘭之前踢群發朋友圈上門溝通的記錄也在。都留了。那就別讓他在樓下繼續散播。需要我聯繫物業嗎？聯繫物業，約他上來。如果他說許清河吃回扣，讓他拿證據；沒有證據，就讓他當面撤回。你不用自己解釋。公司流程就是你的解釋。劉老闆，你早上在樓下說許小姐換供應商有問題。我就是提醒大家，供應商換得太突然，可能有人拿好處。你說的是誰？如果你說的是許清河，就拿證據。這是員工投票，這是周記1周試用記錄，這是供應商備案表，這是公司付款憑證。我和周記沒有私人收款、紅包、轉賬。所有訂單走公司或員工自付匯總，記錄可查。他早上確實暗示清風拿好處，我沒點名。你沒點名，但你讓別的公司行政產生了這個理解。劉老闆，如果沒有證據，這種話不能在寫字樓門口說。我只是懷疑。懷疑可以報警，可以提交證據，不能在樓下散播。你不就是想把我逼走嗎？我只是換了供應商。你搶了我的客戶，現在還裝無辜？客戶不是你的。客戶選擇誰，是因為誰穩定。劉老闆，今天這件事兒到此為止。你要繼續說許清風吃回扣，公司會發律師函。樓下經營可以，拉客可以，造謠不行。你滿意了？我沒有讓你造謠。你現在有公司護着，當然怎麼說都行。公司護的是流程，不是我。你要是有證據就拿出來，沒有證據就別往別人身上扣帽子。你懂什麼？你想讓我後悔，就應該把早餐做好，而不是造謠誣陷我。你們家能開票嗎？企業月款可以開票，那我們也試1周。
這個留檔。他这次不会再闹了吧？不確定。今天處理的不錯，是陳經理和物業處理的及時。你資料準備的及時。週記試用結束後，如果數據沒問題，轉季度合作。明白。這是不是叫因禍得福？不算，只能算是問題提前暴露了。他放的狠話，我接住了。接下來就該看週記能不能接住。你好，看一下早餐。姐，我干到月底。什麼意思？现在早高峰也不忙了，你一個人能看住？美蘭，房租這週要交，我晚2天，最多3天。你怎麼就沒後悔呢？劉美蘭讓我後悔的辦法是造謠我吃回扣，可她沒想到這件事最後變成了週記的第2次背書。正規、留檔、能開票，這些本來是她嫌麻煩的事，成了週記拿下新訂單的理由。這個數據可以轉季度合作。1個月就錯2次，比之前強多了。錯漏也要寫進去，不能只寫好看的。週記試用結果出來了，建議簽季度合作。可以。員工反饋怎麼樣？滿意度93%，主要正面反饋是準時、分帶清楚、會議餐穩定。那就按流程簽。好，我去通知週記。我下午過去一趟。徐姐，試用通過，公司這邊可以簽季度合作。那，季度合作。真簽啦？先簽22樓，20樓、19樓，你們分別和他們公司對接。我們20樓也簽季度，下午我把資料發給周明。我們準備租隔壁空鋪，做專門打包區。能撐住再擴，別為了規模把穩定丟了。我明白，打包區只做預定，不接堂食。以前這鋪子一天賣不出幾籠包子，現在都要租隔壁了。是你們自己做出來的，但是機會可以給一次，能不能變成生意，要看每天早上那一箱箱早餐能不能準時送到。那當然，我們保證。姐，他們真租隔壁了？哼，租鋪子不要錢嗎？接這麼多單，遲早壓垮。他們現在做企業早餐了。我們公司也想訂會議早餐。姐，今天中午剩的要不要降價賣？你看着办。22樓88份，20樓62份，19樓42份，會議早餐盒20份。按樓層分價，比之前清楚。每箱外面再貼配送順序，雨天也按這個走。好，姑娘，你看看這個會議早餐盒行不行？會議盒不要太滿，方便拿。水果單獨小盒，別壓包子。好，我們馬上改。這個我們下周會議能定。提前1天9點前填表。許小姐，有事嗎？你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想幫週記搶我生意？不是，不是。那天早上，如果你沒有踢我出群，我還是會照常給你下單。你失去訂單，不是因為隔壁搶，是因為你把客戶往外推。老闆，這店不做了。有些人總以為客戶離不開自己，直到訂單轉身，才發現離不開穩定生意的人，其實是自己。徐姐，今天22樓8份，20樓6樓42份，已經出餐。現在都不用你每天催啦，表單固定後，他們每天早上會自動發出餐確認。以前訂蘭姐家，每天都像開盲盒。週記這邊可以繼續用，下個月員工滿意度裡，早餐那項上升了。我把月度記錄發你。不用太細，保留異常記錄就行。事情穩定下來以後，大家很快就習慣了新的流程。
22樓的肉包夠了。先封22层，会议盒最后放水果。20楼无糖豆浆单独放蓝箱。以前这店里一天也没几个人，现在也不能飘，错一次客户就会记住。知道，包子还是按原来馅量做。出餐。许小姐，店不做啦，转给别人了。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，就因为一次踢群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不是一次踢群，是漏单、错单、迟到、拒绝沟通、发朋友圈骂客户。踢群只是最后一下。你以前为什么不说的再重一点？我说过7次。钥匙给我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？我没这么想。那你为什么一点余地都不留？我留过，每一次提醒都是余地。客户还愿意提要求，说明还想继续合作。等客户一句话都不说，直接转身，那才是真的结束。我以前也能做到这些，那你为什么后来不做了？可以，先试1周。你说兰姐当初要是不踢你，现在是不是还好好的？如果只是没踢群，她可能还会有机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做生意最怕的不是客户挑剔，是客户不再提要求。客户挑剔还不好，客户愿意提要求，说明还想继续合作。等客户不说话了，直接换人，那才是真的结束。懂了，以后我对供应商也温柔点。温柔不用，清楚就行。徐姐，明天有新公司试单25份，别一下接太满，先试1周。姑娘，带2个包子上去，我付款。这次送你。不行，一码归一码。他以为踢出群的是一个事多的人，后来才明白，他踢掉的是每天早上准时送到门口的生意。